父親不慎掉進水中，他一邊大声求救，一邊讓狗狗們使勁往上拉。然而任凭狗狗们怎么努力，却都拉不动半分，反而還被扯得不斷後退。看到父親即將沉入水底，兒子小帥瘋了一樣衝過來，死死抓住繩索，拼命往上拽。可雪橇上的松木實在太重，他和狗狗們用盡了全力，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父親不斷下沉。然而就在千鈞一髮之際，父親用盡最後的力氣浮上水面，他掏出匕首，沒有絲毫猶豫，一刀割斷繩索，自己卻沉入水底，再也沒了動靜。小帥被狗狗們拖走，撕心裂肺的叫喊聲響徹了整個山谷。葬禮上，小帥很自責，要不是他速度太快，讓父親在後面緊追，或許悲劇就不會發生。到了晚上，小帥氣冲冲地來到狗舍，他質問領頭的狗狗。小帥越說越激動，抄起鏟子，幸好老斑鳩及時趕到，一把拉住他。這次意外不是他的錯，更不是狗狗的錯。小帥再也忍不住，一頭倒在老斑鳩懷裡，痛哭起來。父親的去世讓本就不富裕的家更是雪上加霜。小帥翻看着賬本上的一頁頁欠款，決定輟學去打工，幫家裡還債。可母親卻說，他已經決定好要把狗狗全部賣掉，供他上學。小帥雖然對狗狗有怨念，可再窮不賣看家狗，更何況那些都是父親最疼愛的狗狗。母子倆大吵一架，不歡而散。深夜，小帥輾轉難眠，窗外傳來狗狗悲傷的嗚咽。他下定決心，一定要想辦法把狗狗留住。第二天早上，小帥衝進狗舍，他手裡拿着840公里雪橇比賽的宣傳單，興奮地對母親說：“第一名有1萬美金，足夠家裡度過難關。”但母親卻直接拒絕了他，因為這場比賽太危險，而且她已經失去了丈夫，不想再失去兒子。隨後便生氣地離開了。小帥沒有放棄，他快速追上母親，保證絕對會保護好自己。如果這次沒能完成父親的遺願，他會後悔一輩子的。母親看到他那真摯的眼神，最終還是心軟了。見母親同意，小帥心裡暗喜。然而就是這個決定卻差點讓他再也回不來。夜裡11點，小帥被老斑鳩拽出家門，直接扔到了雪地裡。要和狗狗培養感情，他必須每天都睡在狗舍。不過這還只是開胃菜。小帥抱着狗狗剛睡了一會兒，就被老斑鳩叫醒。還沒等他反應過來，老斑鳩就讓小帥背着自己去山裡跑步鍛鍊體力。跑完步，小帥還要和狗狗練習配合。沒一會兒，小帥就累脫了相，站都站不穩。高強度的訓練持續了整整1個月。每當堅持不住的時候，小帥都會獨自來到父親面前，靜靜地凝視着墓碑，祈禱父親能給他力量。很快，比賽的日子到了，小帥告別母親，帶着狗狗，信心滿滿地踏上了征程。來到開幕式現場，熱鬧的氛圍讓小帥很是激動。然而，當他看到自己的對手時，心中卻咯噔一下，愣在了原地。